可能大家都比较好奇，在农村买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改造，究竟需要花多少钱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拍视频啊，记录了很多，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就是说，如果自己从城里面花了几万块钱到农村来买一套房子，然后要进行装修，究竟要多少预算呢？那身后的这栋房子呢，建造的时间将近是50年了，现在剩2个老人在这边居住，是我舅舅和舅母，然后我老表他们呢都外出工作。这栋房子呢，现在要给它适当的整修，也就是给它修缮，然后呢，要给它扩宽。其实大概的费用呢，在心里面还是有个底的，但是我们要边做边看，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呢，会有些变动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预算吧，一个价格出来，让大家呢也有一个参考。这边就是厨房的位置了，也要打上地梁，因为这边呢也要砌砖墙。这个位置啊，就挖一条深坑出来，将近有50公分左右。现在把泥土清出来，然后呢要放上钢筋。今天要准备打这个地梁的混凝土了。今天啊，我们也是有6个师傅在做工。昨天下午吃了中饭之后，我就到城里面去买这些钢筋了，把钢筋都已经拉回来了。现在就是绑着这些钢筋，这是地梁的钢筋啊，用的是16的，然后要打个将近40公分的高度，因为前面这边呢，这条深坑呢是比较深的，打这么深呢，就基础就做得非常的牢固了。现在绑着钢筋就放上去。前面塞壁的这个位置呢，总共是3间，我们算的尺寸呢是12米左右，全部都是要打上地梁的，包括这个接立柱的位置也要给它串联起来。里面出了祸了，我们在这边办这个水泥砂浆，突然村子里面就停电了，现在要借这个发电机过来，待会儿呢，因为要打震动棒。妈的，人家不认为。这边的院子虽然挺宽的，但是这条路呢进来比较窄，车子没办法运这个沙子过来，只能放在这个门口的位置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搅拌水泥砂浆，然后用斗车一车车的转运过去，做工还是挺不方便的。
地梁将近是40公分的一个深度，所以呢，需要的水泥砂浆啊也是挺多的。看这一斗车，将近还达不到1米的这个长度。小伙改动的麻烦，推啊，按这样推，按这样推，那你记住哦。不推。你不你管啥子？超本主义，但是还就是问题。反正都是双木了。这边停电了，现在发电机正在发电，这是从邻居家借过来的，把电接上就可以用了。这边的地梁已经快打好了，现在做最后的调整，因为要砌砖，所以呢要打上水平。从那边到这边是同一个水平线，砌砖的时候就方便了许多。这没估计用喂。好，现在找到2块板子，用钉子给它钉起来。这后面呢也要打上地梁，用这个装下膜，防止这些粪泥土啊给流出去。大概地梁的尺寸就在这里，从这里弹上一根墨线，一直要到那边，然后装模的位置就装在这里，相当于以前这边是一个屋檐滴水，刚好用这个位置来打一根地梁出来。冰地屋出头没？好多年没用这个锅子煮饭了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这个锅子煮饭的。今天是停电，没办法用这个煮饭，要不然现在都是用电饭煲了。先把水烧开，再把这个淘好的米放进去，等再次烧开，再把这个多余的水给舀走就行了。那肯定啊！这是自己种的辣椒，我舅舅他们自己晒干了，把洗一下，切点放在这个肉里面去，入味一下。我们湖南人一餐没有辣椒就心烦得很，而且吃辣椒都是比较厉害的，那些小孩子吃辣椒都很厉害。弄抓的在这些上，在这些。准备吃饭了，叫师傅他们过来，看一下今天炒了什么菜，是不是还比较丰富呢？有豆腐，有肉，有白菜，有豆芽菜，那边还有辣椒。不能了，都咋的了？今天时间开门，来，
好哥。过关吃不嘞？我谁你呢？哪个？就像这边一样的，全部都是打上了这个支撑，就这一根一根的打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打分泥土，大概1到2天左右打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拆掉这边的模板，这边呢就可以砌砖了。现在也要清理这个深坑里面，把这些杂物啊全部清理出来。还有一个杂交那边，钢筋都是在院子那边绑扎好了，从那边搬过来。我们也是给它分成了这个3段，一段的话是4.4米的尺寸，这边就是堂屋的背后。我们那给的很多，你拆那大不那样多。那背后那个，有这里搞那多吧？这中间就是接头的位置。这钢筋啊，总共昨天买了是1600多块钱。这2天呢，钢筋的价格又在上涨，基本上都是1个星期一个价格。水泥的价格现在是300多块钱1吨啊。现在这个3段钢筋连在一起，那这边的钢筋绑扎呢就算完成，马上的那边分泥土就可以过来打了。刚刚吃过中饭，也不休息，又忙着给后屋檐的位置打这个地梁。模板呢是在吃饭之前已经装好了，现在所有的水泥砂浆啊都是靠着师傅从那边转运过来的，因为这后面呢比较窄，陡车呢也不好走。然后这个打好地梁之后就可以砌砖了，现在都在忙着呢。那这期的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